走过奥斯卡时向提名，还是华语电影历史上第一部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电影。当你看着当年风光无限的《卧虎藏龙》，看着一袭白衣在竹林间轻盈穿梭的玉娇龙时，你大概不会知道，这个惊艳了全球的东方侠女，根本就不属于章子怡。1999年，李安带着《卧虎藏龙》的剧本筹备开机，男主定了周润发，女主定了杨紫琼。在李安的心里，那个桀骜不驯的玉娇龙，简直就是照着舒淇的脸写出来的。李安向他抛出了极其丰厚的橄榄枝，满心欢喜的等着这位缪斯进府，没想到却低估了那个年代香港经纪人的傲慢与短视。说起当时的经纪人是圈内赫赫有名的文卷，在文卷的商业逻辑里，明星就是一台必须时刻保持运转的印钞机。李安的要求很严苛，玉娇龙这个角色需要演员提前进组，接受长达大半年的封闭式武术训练，这期间不能接商演，不能拍别的戏，必须把整个人交进剧组。大半年没有进账，这在赚快钱赚红了眼的香港经纪人看来，简直是不可理喻的亏本买卖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一个日本汽水品牌找上了门来，开出了丰厚的代言费，要求舒淇配合大量的商业站台，一面是需要吃苦受累填充未补的文艺武侠片，另一面是拍几个美美的镜头就能迅速变现的热门代言。文卷连犹豫都没有犹豫，直接替舒淇推掉了李安的邀约，欢天喜地去拍了汽水广告。在那个资本狂欢的黄昏，他们以为自己只是推掉了一部普通的电影，却不知道自己亲手掐断了让舒淇提前10年封神的登天长梯。正牌女主连夜跑路，李安看着空荡荡的训练场急得直叹气。这时候呢，张艺谋向他推荐了一个还在中戏念书的章子怡。章子怡刚拍完《我的父亲母亲》，看着碎花棉袄在乡间土路上奔跑的形象深入人心。李安看着眼前这个满脸倔强甚至透着点乡土气息的北京姑娘，心里是100个不愿意。李安没看上她，但剧组实在缺人，只好勉强让她留下，全当是个陪练的替补。接下来的几个月呢，是章子怡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场心理凌迟。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跟着武术指导拉筋压腿练剑。在她挥汗如雨的时候，训练场的门总是会被推开，李安依然在全亚洲的范围内不断物色新的玉娇龙人选。拍《卧虎藏龙》呢，李安导演始终他不是很满意，就是说最终选的这个女主角，因为他在选角过程当中他一直在看，他最早大家也知道他想要舒淇来演，后来他们请我到了剧组以后，没有人跟我说是要演玉娇龙，然后我那时候就开始每天剧组里训练。后来那个过程当中为什么难呢，就是说我在这儿跟你练着功呢，我就看见好多人，就女孩就1个2个3个就一直往导演的办公室走，一批又一批的漂亮女演员走进剧组试戏，那种随时会被扫地出门的恐惧感像一把无形的刀悬在她的脖子上。19岁的女孩身处异乡，被导演无视，被整个港台班底孤立，换做普通人心理防线早就崩溃了，要么委屈大哭，要么卷铺盖走人。但章子怡早就看透了这场名利场的残酷真相，眼泪换不来尊重，退缩只能成为笑柄。既然你觉得我不够格，那我就拿命去填这个坑。她不再去猜导演的心思，而是把所有的恐惧都转化成了对自己身体的残酷折磨。没有武术底子，他就死磕每一个动作，柔韧性不够，他就把腿压到撕裂般疼痛也不喊停。正式开拍后呢，李安依然对他不冷不热。剧组里有个众所周知的细节，李安是个温和的导演，每当周润发或者杨紫琼拍完一场精彩的重头戏，他都会走上前去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拥抱。章子怡每天都在渴望那个拥抱，但每次拍完，李安只是点点头，转身去看监视器。这种隐性的精神打压反而逼出了章子怡体内最生猛的那股狠劲儿。在拍那一场城墙追逐的夜戏时，章子怡的脸结结实实的撞在了冰冷的青砖墙上，当时的威亚控制出了偏差，巨大的惯性带着她直接拍了上去。剧组的人吓出了一身冷汗，跑过去一看，她没哭也没喊停，她咬着牙站了起来，摸了摸脸说没事儿，要求重新来一条。真正让李安彻底折服的是一场真刀真枪的兵器对决，那是玉娇龙和于秀莲在镖局里的经典打斗。为了追求真实的冷兵器质感呢，剧组用的都是沉甸甸的真家伙，只是没有开刃。在激烈的对招中呢，杨紫琼手里的兵器一个没收住，狠狠砸在了章子怡的大拇指上，那可是十指连心的剧痛。章子怡的大拇指指甲盖瞬间被生生削掉，混着血水飞了出去，现场立刻乱作一团。武术指导赶紧叫停，所有人都以为这个年轻女孩这下肯定要崩溃大哭了。但章子怡的表现让在场见惯了风浪的老江湖们都感到后背发凉。她没有掉一滴眼泪，她惨白着脸
转头让工作人员去外面铲了一盆带着冰碴子的鸡血，装在塑料袋里。他把那根血肉模糊的手指直接插进冰雪里，他试图用这种原始而残酷的冷冻方式强行麻痹痛觉神经。几分钟后呢，他把冻得通红的手指拔出来，随便裹了一层粗糙的止血布。他盯着对面的镜头，眼神里没有痛楚，只剩下一种让人胆寒的杀气。那一刻呢，坐在监视器后面的李安终于被镇住了。他突然明白，眼前这个女孩不再是那个需要被调教的北京丫头，她就是玉娇龙本龙。她身上有玉娇龙那股子玉神杀神，为了目标可以把自己的骨血当柴烧的疯魔劲儿。电影杀青的那天，李安终于走向了章子怡，张开了双臂，给了她一个迟到了6个月的拥抱。章子怡也在那一刻哭得不能自已。卧虎藏龙上映后呢，在国际影坛掀起了滔天巨浪。章子怡凭借玉娇龙这个角色一战封神，直接拿到了通往好莱坞顶级名利场的入场券。而那个为了汽水代言放弃了玉娇龙的舒淇呢，后来花了很多年的时间，才终于把原本早该属于她的荣誉和尊重一点一点赢了回来。她后来换掉了那个目光短浅的经纪人，但错过的那列时代快车再也不会开回来了。